现在的美国已经全然不顾世界各国的眼光，一味地在军事上对包括中俄在内的多个国家发起挑衅。南海因为有美军的频繁介入，导致局势动荡，而在美国的怂恿下，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美国盟友也紧跟美国步伐。不仅如此，美国肆无忌惮地就台海问题指责中国，美国还企图借乌克兰的手对付俄罗斯。自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举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加大了力度。国内疫情危机、经济危机、示威者闹事，也都没有随着拜登时期的来临得到解决。就目前的局面来看，拜登战略手段比特朗普任职期间的战略手段还要激进，中美关系越发恶劣紧张，就是一个明显的体现。美国如今一系列举动，实际上不难看出是为了谋求世界霸权，但该国却忽略了，在谋求世界霸权的过程中，一旦有国家联盟或者同时行动对美国发起了反击，美国还能承受得住吗？近日，美国媒体援引华盛顿特区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席肯姆佩的话，声称当前拜登正面临一场全球噩梦，中国和俄罗斯加强战略方面的合作，能够破坏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肯姆佩看来，美国如今的咄咄逼人，尽管还没有出现中俄伊这样的联盟，但美国同时挑战中俄的做法非常不明智。美国现在不断拿南海、台海以及乌克兰问题做文章，表面上看中俄处于被动局面，但实际上近期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分别就南海、台海、乌克兰问题加强了行动。例如，中国加强在南海、台海的军事训练，俄罗斯向乌克兰边境地区增派了大量的军队，中俄同时行动，等于稀释了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在这两个战略方向上的介入能力。就如美国媒体所说，在中俄区域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反对中国和俄罗斯。况且，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是什么样的国家，想必没有人不清楚。如今，美国就乌克兰问题不断叫嚣俄罗斯，普京会忍吗？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前几日就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声称俄罗斯建议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返回美国进行具体的、严肃的俄美关系探讨。毫无疑问，俄罗斯已经忍无可忍，而中国虽说向来希望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触及到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事情，也绝对不会退让。在此背景下，美国同时挑战中俄两个国家，尽管现在两国不是盟友，但是面对世界和平地区稳定的国际问题时，保不齐中俄会同时行动，届时后果将不堪设想，美国全球争霸的野心也将不复存在。据参考消息网报道称，在拜登做出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这一决定后，现在的阿富汗大约有2500名美军士兵，远远低于2011年最高值的10万人。不过，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和德国之声电台网站的消息，目前共有来自北约成员国和美国其他盟国的36支部队，大约1万人驻扎在阿富汗，而这些人的去留，美国却没有拿出相应的安排。在阿富汗征战了20年，美军在阿富汗的损失可并不少，现在撤出也算是及时止步了。另外，在下令撤退的那一天，拜登还宣称美国已经在阿富汗实现了当初设定的目标。尽管这一决定在发出后，美国不会再以军事的手段介入阿富汗，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或多或少还有在阿富汗留有后手。不过，最让人想不开的是，为何拜登以及特朗普都不顾美军高层反对，执意要从阿富汗完全撤军呢？这其中到底有何缘由？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做出的解读是，从阿富汗完全撤军只是为应对中国挑战。然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众所周知，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当下，美国并没有发挥出自身作为地球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应尽的义务，反倒还成为了全球死亡人数最多以及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不仅没有帮助任何国家，反而严重拖累了盟国，如欧盟、日本等。美国以安全为借口，垄断了同盟友共同研发出来的疫苗的分配权，这使得美国和所谓的盟国成为全球抗疫能力最差和受疫情最大的国家。而这一切都是美国霸权所致。因此，在后全球新冠疫情时期，美国失去全球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势在必行。当年美国全球战略扩张始于阿富汗，而现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同样也始于阿富汗。所以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从阿富汗撤军这一举动做出的解读必然是别有用心的。分析认为，让欧亚大陆不稳定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收缩的首要条件，唯有欧亚大陆处于混乱的状态，才能使人才、资本乃至资源通通流向美国，使美国在休养生息中恢复和发展其国力。
为美国的复兴奠定必要的基础。因此，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期，他们会不停挑动与中国之间的矛盾。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人才防卫战和争夺战将成为中美之间斗争最为激烈的领域。根据媒体报道，4月20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向外界表示，集结向乌克兰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士兵变得越来越多，预计在大概1周的时间内，集结来的俄罗斯兵力将达到12万人。且乌克兰外交部长担心这样增兵是不会停止的。乌克兰方面当然是不想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在力量对比上，乌克兰也根本不配和俄罗斯叫板。乌克兰外交部长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他们现在忧心的正是俄罗斯的不可预测性，战争到底会不会发生？为此，乌克兰总统已经发布视频，希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邀请他来谈和。视频中，乌克兰总统说得很诚恳，邀请普京前往正在打仗的顿巴斯地区来，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与俄罗斯的争端。当然，他也没有表现出太虚弱的样子，一面说乌克兰不想打仗，一面也表示乌克兰不怕打仗，但到底怕不怕，并不是他说说就是了的。他从一边与俄罗斯谈和，一边向欧盟喊话的举动就能看出，这一次乌克兰已经彻底慌了。乌克兰总统表示，如今的乌克兰正在等待西方各国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如今的乌克兰就是以生命为代价在给欧盟当挡箭牌，而如今已经是战争的第8年了，他需要欧盟明确表态。这种支持不仅是他们现在仿佛坐在看台上发表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就行了的支持，乌克兰想要的是欧盟如同并肩伙伴一样，共同对抗俄罗斯的支持。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同样这样认为，他也喊话欧盟，让欧盟快点制裁俄罗斯，不仅是针对俄罗斯某个人的个人制裁，他要求的是欧盟外长考虑对俄罗斯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然而，面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欧盟各国会愿意对乌克兰施予援手吗？本身乌克兰就只是一个屡屡被用来试探俄罗斯底线的马前卒。如今，既然乌克兰已经惹恼了俄罗斯，欧盟不太可能牺牲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这么一个炮灰。况且，俄罗斯已经发表声明，表示当前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根本就不是由俄罗斯发起的，在俄罗斯领土上进行兵力调动是俄罗斯自己的事情。西方各国根本没有权利来干涉，且目前之所以俄罗斯要调兵前往边界，也是因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进行庞大的军事演习。乌克兰这么一边喊话俄罗斯谈和，一边又喊话欧盟制裁俄罗斯，两头都不讨好，怕是走向的也是惨淡的结局。